穿越到火影后，你成了宇智波直水、带土还有麦特凯的老师，只要教他们忍术，就能反馈自身变强。上次由于麦特凯在比试中输给了卡卡西，于是这天找到你，萧凡老师，我想要变得更强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刷新了修炼任务。为弟子麦特凯制定一份能够增强实力的训练计划，奖励视任务完成度而定。麦特凯挠挠头，老师，修炼计划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这哪有麻烦一说？你这么积极的想要变强，老师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于是过几天将一份完善的训练计划交给了他。修炼任务完成，获得奖励锻炼秘药 X20，效果有效缓解肌肉疲劳，恢复身体，消除暗伤。秘药，这正好用得上啊！心神一动，将一颗锻炼秘药交给凯，他吞下后，一道暖意流过四肢百骸，疲劳一扫而空。萧凡老师，这是那种很贵的秘药吧？你摇头，吃都吃了，就不要想太多。麦特凯泪流满面，萧凡老师，我一定会成为最强的。他懂了，全都懂了，一定是老师怕他有负担，要不是自己察觉到了，恐怕老师会说是糖豆都不一定。你赠送弟子锻炼秘药，由于弟子十分感激，奖励大暴击，获得八门遁甲前3门。你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八门遁甲的相关记忆，笑容和继续鼓励道：“你会成为最强的，我相信你。”另外一头，你这天在教带土和直水如何用查克拉水上行走。训练完成后，你给了带土一份红豆丸子，他吃完后非常感谢。你赠送了弟子红豆团子，由于弟子十分奖励，感谢暴击，获得技能药王厨师，效果你制作的料理好吃到能产生幻觉。你眼前一亮，没想到还有这种技能。当天回家做蛋炒饭的时候，拿起勺子尝了一口，居然有一只鸡在跳舞，这是好吃到出现幻觉啦！接着巨炸天妇罗，忽然敲门声响起，看没看？黄色头发蓝眼睛来的正是住在隔壁的波风水门，旁边的是他妻子漩涡九星奈。九星奈嗅着香味，萧凡老师，你真是大厨啊！这天妇罗的香味和水门在隔壁都闻到了。你拿出2道餐具，算不上大厨，来一起吃点儿。好呀好呀。3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顺便给九星奈丢了个鉴定术。好家伙，查克拉15万，比3代至少2万吗？而且这个钱里，3代和水门也就是 S。很快反应过来，大概率是因为现在九星奈已经成为9尾人助力了，起码有一个 S 是9尾带来的。吃了你的料理后，九星在恍惚中感觉自己来到了海洋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我刚刚召唤输了，也没人发动啊。看了看水门，他居然也在发呆。水门，你怎么了？在吃野菜。这哪里有野菜啊？水门解释，我刚吃完炒饭，恍惚间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活在山林里的鸡。这一顿饭吃完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你呵呵笑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多来做客，我这儿正好冷清得很。等他们走后，你有点开心，和水门搞好关系，应该就可以着手开发路线玩了。而且九星奈擅长封印术，自己手头上的蛇或根诀之印，或许有解决方法。另一头，带土自从在你这儿学了超大好火球之后，自信满满。这天告诉野原林，这一次你肯定想象不到我的火遁进步有多大，我一定要在少年忍术大赛上击败卡卡西。野原林歪了歪头，可是卡卡西应该不会报名参赛了吧？他都是中忍了，这个比赛一般只有我们这些忍校学生才会参加啊！带土这下傻眼了，卡卡西要是不参加，那他拿第一有什么意义？于是来到他家中，卡卡西，少年忍术大赛就要开始了，你要报名吗？果断拒绝，不参加，没兴趣。带土却不死心，为什么？以前不是也参加了吗？卡卡西这样护额，那时候我还是忍校的学生，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中忍了。带头好急，我也会参加比赛，你不会是怕输给我了吧？卡卡西呵呵一笑，输给你？你有赢过我吗？我带头脑海中疯狂搜索，但惊人发现他的确没赢过。你别得意，现在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了。没看出来。阿米诺斯。野原林捂嘴轻笑，你们啊，好不容易见一次，还和以前一样。带头深吸口气，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，如果是萧凡老师，这时他会怎么做呢？忽然灵光乍现，卡卡西，你不是说我赢不了你吗？那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次？就比你的眼力强，还是我的手速快？如果你赢了，我不仅不提比赛，还请你吃5顿拉面。如果你输了，只需要参加比赛就行。卡卡西想了想，以带土的性子，如果不答应，说不定会一直纠缠。说吧，具体怎么比？带土摘下一片树叶，很简单，我会将树叶在左右手之间迅速切换，最后你来猜在哪个手上就好。说吧，双手开始晃动。5分钟后，卡卡西一脸失望，指了指右手，这只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勇气和我比这个。带土却呵呵一笑，卡卡西，你确定吗？那我打开了，想炸我就是右手，快打开吧。可等他张开右手，手里只有些许黑灰，并没有之前的树叶。看来你猜错了。卡卡西眼睛一眯，居然是火属性的查克拉性质变化，心中十分惊讶。带土不仅实力进步了，脑子也有长进，学给他下套了。前者虽然有些离奇，但后者就有点离谱了。带土哈哈大笑，记得报名参赛，你不会输了不认账吧？卡卡西点头，愿赌服输。另一边，你今天上课完毕，系统发的提示：讲课完成，评价 A， 奖励掌仙术。眉头一挑，
这可是相当高级的医疗忍术了，不仅是外伤，哪怕是体内疾病也能治愈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张仙术是属于阳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。通过这阵子系统不断发馈奖励，你终于收集起了7种不同属性，可以开发更多东西了。等回到家后，给根部发去汇报。当然呢，是利用春秋笔法隐瞒了弟子们的成长。不过对于弟子原非阿斯玛，你还是特意问了，我已经被阿斯玛成功认可为老师，要不要尝试将其拉入根组织？很快第2天，根部传来回信，团藏先是对你的工作态度表示了肯定，随后表示只需要你正常的教导阿斯玛，不需要做其他多余的事情。呵呵一笑，果然和预料的差不多。如果把阿斯玛拉进根组织，简直就是团藏做火影办公室，坐等我引你回。他的根部虽然实力不弱，但全靠吸取暗部的养分。作为真正火影的猿飞日斩，想拿捏根部太简单。目前看来，想摆脱根部的掌控，只有3种选择：一，假设团藏准备将自己当耗材用，那就暴露实力，找机会开溜；二是等实力达到3人水平，可以在战争期间出手，为木叶雪中送炭，到时候携带功绩，只会成为英雄而不是间谍。最后则是有了掀翻木叶的力量后，那时候暴不暴露也无所谓了。想到这里，调整好表情，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，还是当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暖男吧。很快，少年忍术比赛的日子也到了，带头和卡卡西不出意外闯入决赛。什么神月出云钢磁铁之流的就不用提了。野原绫一脸好奇，带土，你这次准备用哪个忍术比赛？哼哼，当然是好火球之术。你不使用之前学会的好龙火之术吗？毕竟你上次输给卡卡西也用的是好火球。带土自信满满，这次和上次不一样，现在我的好火球非常强。野原绫温柔一笑，那就期待你的表演了。麦特凯双手抱胸，带土加油吧！作为我的宿敌，那个男人可是没有那么好战胜的。一旁的卡卡西翻了个白眼，当着我的面讨论怎么打败我，那我走。野原绫扭头，卡卡西，你准备使用什么忍术？没有想好，到时候随便用一个吧。没过多久，轮到带土上场比赛。麦特凯竖起大拇指，带土，这次就由你来跟卡卡西战斗，把你努力的成果全部发挥出来吧。卡卡西嘴角上扬，别还没轮到我你就输给别人了。带土一脸认真，不可能，你就等着瞧吧。主持人伸出话筒，宇智波带土选手，请问你要表演什么忍术？我要用的是火遁好火球之术。说罢，双手结印，大量查克拉聚集在喉咙中，随后瞬间吐出，橘红色火球飞速胀大，居然有足足3个人那么高。评委们都震惊了，这怎么可能是忍校学生能施展出来的火遁忍术？卡卡西点头，这种水平的好火球，难怪之前那么自信。很快评委们纷纷举牌，主持人激动大喊10分10分！宇智波带土选手总得分是30分，他获得了满分的好成绩，提前锁定了第1页。演员林看向带土，主持人都说是锁定第1页，带土你好厉害！卡卡西冷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顺身手来到台上。主持人惊呼，奇木卡卡西选手可不一般，这可是我们木叶有名的天才，请问你这次要表演什么忍术呢？土流臂。说罢，双手迅速结印，一道厚实无比的巨大墙壁从身后升起。评委们纷纷沉默，这个等级的忍术拿出来简直是暴打小朋友啊！主持人惊叹，评委们都给出了10分。卡卡西选手同样获得了满分的好成绩，这是我们比赛举办以来第一次出现双满分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赞助商们也犯了难，这还怎么定名次？要不弄一个加赛，让他们使用其他忍术再比一场？忽然一道声音传来，难道就不能并列第一吗？你满脸微笑走出，还可以用双第一作为噱头进行打折庆祝，吸引更多的人来购物，一举两得。商家们恍然大悟，纷纷点头赞同。举办这个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增加商业界的人流量，如果能吸引更多人过来，那多发个第1名也没什么。不久后，主持人当场宣布他们并列第一。带土一脸兴奋，卡卡西，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我一定会赢你。卡卡西一脸不爽，你拿30分是因为只能拿30分，我拿30分是因为最高只有30分。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弟子宇智波带土修炼任务完成，获得奖励查克拉加800。忍术熟练卷轴，因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。你顺手还给了卡卡西一个鉴定，查克拉2500，潜力是 S， 评价是适合修炼雷遁土遁，推荐收徒。看到这个面板，你有点心动，这含金量可不一般。要知道，忍校的中忍老师也就1500到2500的查克拉，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希望收他为徒呢？而这时，系统的奖励也到了。由于宿主超额完成弟子修炼任务，帮助宇智波带土完成心愿，弟子十分感谢奖励暴击，获得奖励炎之呼吸精通级。这鬼灭之刃的呼吸法和忍术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